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这位卡莎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，然后在7.0版本的羊刀出装。这里面的话，他还是在尝试一些装备啊，并不是说，一下子就能那个什么掏出来玩。像现在海妖还没有出来的话，现在就是羊刀。羊刀跟海妖其实最好的话是两件装备搭配在一起，就是海洋组合，是吧？这两件装备核心对于卡莎来说还是蛮强的。我估摸着看了一下现在的整体的一个，就今天啊更新完以后版本的一个更替以后，我看到是射手还是要3件套以后才到发力期，2件套的话能打输出，1件套是根本不够，输出是不够的。像伊泽瑞尔的话，另外说，因为他这种就是一套一套打爆发的，不像这种卡莎这种持续输出，所以会有差距。羊刀不用多说了吧，就是加攻速，然后获得那个装备特效，增加攻击力，然后呢普攻的话是不会暴击的哈，但会附加额外的魔法伤害。然后卢安娜的飓风的话是增加了暴击，然后移除掉了那个15点攻击力和30点法强。如果他这个不削，说实话整体来说是要炸的。所以带了，就是所以为什么羊刀最好的搭配是那个海妖呢？对吧？而不是卢安娜的飓风，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来，因为它这里面25%的爆发是没用的。后续的话是借攻的话就是跟那个没办法触发嘛，很正常。就是百分比穿甲和那个削减百分比，就是你出了那个这个叫什么大穿甲或者说借攻以后，你就不能再做那个黑切了这件装备。青龙刀的话新装备我就不多说是算是14级加强是吧？可以用在卡莎身上。因为打特效流的话，特效装备现在纳什之牙的那个谁的性价比并不是很高，而且还是以 AD 为主。还有就是那个破败之王，破败之刃这件装备的话是把它的那个 AD， 就比如说它的那个物理吸血，现在变成了全能吸血。相对的就是把那个峡谷制造者的那个 AP， 就是那个什么全能吸血改成了法术吸血，所以到时候得走那种，比如说想走特效流的话，出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峡谷制造者的话，可能优先级没那么高了。武器如果玩 AP 武器的话，其实完全没问题，也是以打混伤为主。对面教养一个大招往另外一个方向拉开，一个大招 W 命中，可惜没有命中羊头啊，没有拿到1血。前期的话看不出太多的端倪，还是前期以发育为主啊。所以第2件如果做那个卢安娜的飓风的话，其实并不是很好啊，因为它这里面是他做的那个贴图，所以我也没办法改那个顺序。最好的话还是第2件做破败，就羊刀搭配破败。第3件或者第4件的时候，再选择去出那个叫什么那个卢安娜的飓风。我最好的是推荐是第4件。
这波的话，对方打野在中路出现了，是吧？哦，不是，我是狼人打野，我那是上单。那他们要拿入侵野区？不应该啊，还有1分钟啊！啊，狼人果然在。撞了一手，打野过来，又叫羊，中路被抓了，不好抓啊！有羊头这种前面顶着，这打野的话可以进草，找波机会也行。那这里蹲的时间还是有点久。羊刀的话还差点钱。哦，上来了。他差点被发现了。奥恩跑不掉。后续卡牌赶到辅助的位置的话，很安全的。这种满蓝他就肯定不会走，但没有蓝了，射手这边没蓝了，必须得往后走了，得回补一下。而且有一个点就是那个羊刀出来了，这样的话羊刀装备是比对面好的，辅助被留下来了，还好有大招拖住了对面狼人。还有一个点就是狼人好像也是做了改版了，改动 W 命中直接飞，后续直接交闪，不要给他控住，控住的话被他打的话有可能状态不好，卡牌支援过来就得送人头了。羊刀伤害还是蛮高的。我们来看一下羊刀的那个效果。首先哈，它有30%的攻速，这就是装备属性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装备技能，装备技能呢，第一个是加5%的移速，就原有的就是你现有的移速增加5%。然后混沌的话就是获得25点攻击力和50点法强，然后自适应的那种。怨怒就是普攻不能暴击，但会附加额外的30点魔法伤害。然后你的它是有暴击的，可以把它变成法术伤害。这样的话就是你有暴击，但是最多提供50点暴击转化，所以你相当于2件暴击装可以转化一下，但再多的话就不行了。后续就是沸腾打击，沸腾打击就是你普攻 A 到对方的时候，可以越 A 越快，就是你4下，它最多叠4层嘛，然后就可以获得那个32的攻速。基本上你做了羊刀以后，然后就是在满层的状态，就点满4层以后，你每第3下的普攻都会额外多1次普攻，所以对薇恩这种，然后像卡莎这种打被动的，就还有维鲁斯这种打被动的，就很恐怖，打3环被动或者说什么的。直接大招飞过来，接 W 接 A， 收掉人头。像如果搭配猫咪的话，就怎么说呢？攻速其实真的够了，所以可以有一件不做攻速装。
4件装备的攻速其实完全有点溢出了，可以说是溢出了。甚至如果说是猫咪的话，甚至可以先做银血，第2件做银血都可以，因为攻速完全是够的。这里的话，队友没有帮忙扛一下。像卡莎薇恩羊，就出杨涛这个版本还是蛮不错的。这个版本的防御塔是比之前变态的，但说实话，之前就是上个版本的防御塔确实强势，就是已经是加强了的，但是越塔这个行为怎么说呢？就是多打少越塔那个太更那个的。这版本的话，防御塔会好一些吧。这里因为有一个大剑的，大剑永远都是比闪剑的优先级是高的哈，所以回家补个装备，而且可以多进化一个技能。一技能进化以后的话，就会舒服很多。对方想强行推塔，那这样的话再送，直接飞上来，直接越塔了，收掉。像那个滑板鞋的话，也是能吃到这个。你可以看到3人越塔的那个塔的这种伤害是真的很变态，又快打得又快，伤害又高。这里的话，第3件的话，选择做借弓，不太能做那个，因为打肉好像还是有点慢啊。就特效伤害还是挺爽的，而且是潜能吸血，法术和那个，其实有个点我跟你说，破败为什么会这么改，就是为了让射手舒服，而且让那种特效流装备的射手玩得更好一些。这里的话，越塔队友扛，但好像也扛不太动啊，对面太肉了。其实这个时候可以帮忙推一下塔的。哦哟，来了，没关系，有屏障。哇，看起来玩起来还是看着玩的话还是蛮爽的。就是这套，它那个平 A 越 A 会越顺，特别是加上那个致命节奏以后。就是出装顺序的话是有研究的哈，有那个第2件是不能做那个罗安娜飓风。但是目前来说还是在测试阶段哈，这件装备。不过我跟你说，跟大家说一声啊，这个测试已经是第3代的测试装备了，就是它从更新到现在那个已经是测试了第三次，就是换了第3次了这个。但我觉得第3次的基本上就是接近了那个。如果说看你搭配谁吧，搭配猫咪的话，其实可以做3件攻速装就行了，然后另外2件的话，根据输出来做一些输出的一个装备。2技能，哎呀，被挡了。如果命中对方滑板鞋的话，还真敢飞。
像这局的话，其实还是蛮顺的，整体来说问题不大。但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前期的攻速是完全够的，而且是伤害卡莎，我感觉只要不是肉的话，2件套是真可以发力啊，3件套是就没问题了，完全可以打肉也打得动。如果说对方是吧，队友这边没人做重伤的话，我还是建议大家做穿甲攻啊，不要说根据这里面啊做了借攻伤害更高或者什么的，你就说啊我就不做重伤什么的，我不太建议这样子。甚至你做鬼书也可以，卡莎是能做鬼书这件装备的，打混伤嘛。青龙刀的话，第1件可以，但就是伤害就是攻速不太行，所以羊刀第1件的话会更好一些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